穿越了。人呢？向南，别出去！王德贵说小满八字轻，能替全村求雨，已经把你爹娘和小满都拖去祭坛了。你这身子去了也是送死。王德贵带了10几个壮汉。哥哥吃，小满不饿。祭坛在哪儿？强烈守护意愿触发，消费返利系统开启，新手赊购额度1次。线索：祭坛神像附近藏有救灾粮，赊购成功3日内需以收益或功德偿还。小满，等我。小满，别怕，爹娘不会有事的。娘，你们放开他们，我爹妈没做坏事。小满，退回去，别上来！王德贵，你拿我们夫妻顶罪，烧的是活人，不是灾。你敢点这个火，我做鬼也不放过你。井干了，粮没了，总得有人给老天爷一个交代。今天不烧秦家这对夫妻，明天饿死的就是你们家里人，谁敢拦，就是跟全村作对。齐家来，哥，你快来呀！爹娘要被他们害了。哥，向南，别管我们，带小满快跑，越远越好。齐向南，你这个药罐子还没死？我没死，所以今天该怕的是你。妖孽！你敢扰计，就是要害死全村！他们是我爹娘，谁敢点火，我就让谁见阎王。看见没有？这就是秦家的妖术。今天放了他们，明天饿死的就是你们。火还没灭，你先护神像。王德贵，底下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？按住他，让他离神像远点。谁敢上前一步，我就砸开他，让全村人看看你藏了什么。别管绳子，先走，带小满离这儿远点。我来了，就不会丢下你们。听你娘的，能走一个是一个。沈一松，替你背娘回去，别回头。后面。好啊，扛到现在才露面，炸祭台救妖亲，你还敢说这不是秦家的妖法？都看清楚，这东西从他身上掉出来的。今天让秦家跑了，明天这火就烧到你们屋门口。刚才火真炸回来了，这不是邪门是什么？这不是妖术，我儿子是来救爹娘的，你们饿昏了也不能跟着他害人。王德贵，帮我们夫妻还不够，你连我儿子也不放过，你这是怕秦家活着开口？就认，想让条火是秦家招的，灾也是秦家引的，你一句话能换他一口气。娘，别听，他要的不是口供，是秦家闭嘴。闭嘴！你娘认了，你还能喘口气？你非要拖着他们一起死？火在这边，人也在这边，可烟一炸开，你先看的不是我们，是神像。王德贵，你到底怕我救人，还是怕烟散了？听见没有？妖人乱咬，还敢污神像？点火，连秦向南一起烧！向南，别再冲了，他就等你伸手，好给秦家定罪。哥，我让他别老小便了。不是会请妖火吗？当着他们再请一回。你动，秦家就是妖人；你不动，就看着他们烧。李正，别在神像前动手，灰不能乱。不是说老天要收我吗？拖近点，让神像看清楚。拖过去，让全村看看老天怎么收他。谁敢碰神像，按渡神一块烧。都看着，他坏了祭天，被压到神像前，老天自然会收他。老天在这儿，那你们挡什么？神像底下也让大家看一眼。住口！别碰神像，你敢碰就是亵渎神明。摁住他，别让他的手乱动。梁代，袋口上还有官府封条。王德贵，官府封条还在袋口，救灾粮没进粮仓，也没进大家碗里，怎么进了神像底下？看清楚，上面写的是任记西县。王德贵，你说全村没粮是小满害的，那这些粮是谁藏的？谁知道是不是秦向南早藏进去的？他连妖火都敢放，还有什么不敢做？我是被你的人拖到这儿的，我要能早藏粮，还用等你把我押到神像前？账上的手印也是我爷替你摁的。账上写着，救灾粮30袋藏入神像底座，祭天之后，祭司10袋，王德信20袋。都是在他手里，粮也是他分的，我只拿了10袋，账不是我写的。
嘴！别让他碰账本，账本没了，他又能说亲家作妖，还想烧我爹娘的！先看看这本账，粮在他手里，不在你们碗里。你们饿到今天，别再怪秦家人。别管我，先跟你爹分开，他站不住了。爹，能走就带娘下去，小满在下面，别让他靠近火。爹娘，小满，往后退。我撑得住，先扶你娘。我娘前天饿死，临走还念着半碗粥，粮就藏在这儿。我家孩子饿得直哭，你把救灾粮藏在这儿，还骗我们去烧秦家丫头。王德贵要跑！爹，别追，先护住账本和官府封条，证据没了，他回头就说是我们编的。首次筛购已完成，功德抵扣，剩余额度3天后结算。3天内名录封闭，资格失效。现在谁抢粮，谁就是帮王德富毁证据。粮袋抬去秦家院里，当众封着，账本和官府封庄我来守。明早祠堂前称粮，谁家该领多少，当着全村算。哥，王德富跑了，他还会回来吗？小南，都是爹没本事，才让你这个身子去拼命。爹，刚才你要是不拦住王德贵，账本一没，咱们全家还是要。先喝一口，嘴角还带着血呢，再硬撑，一会儿连站都站不住。哥哥喝，你流血了，我不饿。别骗哥，你盯着碗看半天了，先喝这一口。首次歇口还剩2天11个时辰，可抵购债额，救民功德，稳定收益，可验成。小南，那些粮到底咋分？我家国空2天了，孩子今晚真撑不住。王德贵该死，可粮现在在你们这儿，你说等明早称，我家孩子今晚吃什么？以前王德贵管粮，你们骂他；现在粮袋账本都在秦家手里，换个人管，你们就敢信？秦家不吞一粒，粮袋当着大家封，明早祠堂前称。今晚先按人头熬薄粥，老人、孩子、病人先喝。熬粥能顶什么？锅里多一勺少一勺，谁看得出来？每锅几瓢水几把米，当众计。只盯粮没用，井还干着，粮吃完，谁家都一样等死。听见没？他拿挖井拖你们，今天熬粥，明天称粮，后天就说水没出来，粮那就3天，三天挖不出水，秦家该分的那份粮，你们当众抬走。3天，老井都干了半年了，你凭什么说3天能挖出水？3日之内，若挖不出水，我秦向南不得好死。好，全村都听见了。第3天没水，就是你秦向南骗全村，到时候粮要交，人也得给大家一个交代。3天里，谁敢趁乱挑事，耽误挖井，耽误的就是全村人的活路。当前功德不足，可追加赊购一次，3日内偿还。水脉图仅标注可能范围，不保证出水。小南，这赌得太傻了，咱家也没退路了。爹，他们饿怕了，咱家不拿粮做保，没人会信我去挖井。哥，我会写字，谁家领了粥，谁来帮忙挖井，我都记下来，以后吵起来就照着我写的算。娘去借锅熬粥，肚子空着干不了重活，别水没挖出来，人先倒下了。爹去找木料，搭井架、扛土石，这些力气活交给我。地下水脉范围图，治水纲量已开启，3天内找到稳定水源，出水可计入可验成果，救民越多，抵扣越高。老井都干半年了，你不挖井蹲这儿划线？秦向南，你是找水还是拖日子？他要是真知道水在哪儿，还用一早蹲这儿划线？让大家跟着乱挖，挖不出水，饿死的还是你们。老井先别扣，那里再挖也出不了水。今天从这儿开挖。凭什么挖这儿？出力的是我们，耽误3天，饿的也是我们。你自己撵，草根底下还有湿泥，蚁道也往低处走，土能成团，底下就还有潮气。干活的先喝粥，空着肚子抡锄头，水没挖出来，人先倒了。哥，我记上了，这里是东南3指，先挖的是我二叔李三爷，换了人我也记。再记一条，锄头、绳子、木架，谁领谁还，少了坏了，当场说清。我先来，秦家压了粮，我这个当爹的也先下坑。我们在下面一筹一筹挖，你在上面记土色，记这个真能找到水？能，土凉一点湿一点，就说明水汽往这边走。记错一层，
明天就可能往反方向挖。既然你说的这么明白，怎么不自己下坑挖？站上面动嘴的是你，处理流汗的是我们。我这身子下去只会拖累你们，可这块石头边是圆的，是水磨过的，再往下挖3尺，土会变老。说错了，今天该分的粮全分，秦家那份也拿出来。真变凉了，刚才那层土还发干发热，这一层摸着是凉的。那就照他说的挖，再往下半尺，看是不是还更凉？不是凉了，可水还没冒出来。今晚没水，孩子还是没得喝。听见没？挖了1天也没水，再跟他耗下去，第3天还没水，你们连去要粮的力气都没了。今天没白挖，粮土已经找到了。今晚封井，明早接着往下挖。第3天午时还不出水，秦家该分的粮一粒不留，全归你们。向南，今晚这口井得有人守，爹留下。爹，坑口、木架、绳子都看一眼，明早还要接着用，少一样坏一样，都会误事。绳一断，我看他们还拿什么找活路。哥，今天先下坑的是李三叔、赵四叔，爹在上面扶架，王二叔拉绳，我都记上了。水还没见着，秦家倒先记上谁干活谁喝粥了，到时候粮怎么分，还不是你们说了算？救命！木头卡住我的腿了，井架歪了，李三叔还在下面，会被木头卡住了。看见没有？水没挖出来，先把人砸了。秦家还说找活路，这是把大家往死路上带。想让李三叔活，就让开。爹，顶住东边那根梁。王二叔，绳子别松，井口退后3步，别堵着救人。向南，这绳还撑得住吗？要是再断，李三叔就更难救了。别猛拉，跟着我的节奏，一点点抬，先把横木一点点抬起来，给李三叔把腿抽出来的空。别扶上去，血还在流，先让向南包住伤口，你一抱人更疼。刚才不是一下砸下来的，上头先响了一声，像有什么东西先断了。看断口，磨断的绳外皮会先毛先破，这根外皮还好，里头齐齐断开，是有人用刀割过，又把割口藏起来了。你拿烂绳让人干活，现在出事了就说有人割绳，秦向南，你这是想把害人的账推给别人。我只说绳被割过，没说是你割的。你急着跳出来，是怕大家看不见你。人是在你们挖井的地方伤的，要是他的腿废了，我们家没人下地，没人挑水，以后怎么活？人是在挖井的地方伤的，秦家我们出，养伤的粥我们出，可割绳的人也别想躲，他欠李三叔家的，必须还。那井还挖不挖？今天已经伤了一个，谁还敢下去？挖，但不能再照旧挖。井架改成2根绳一起吊，人下去前当着大家检查一遍。夜里2个人手一看一边，谁再偷偷碰绳子，就是想害井下人的命。名字写出来，让全村看。写下来了，2根绳一起吊，下井前当众查。夜里2个人手，一人看一边。今晚爹守第一班，谁想动绳，先过爹这一关。地龙吐气了，地下神灵发怒了。我早说秦向南破了祭天，井里都冒黑烟了，还不跑？再挖，下一个躺在这儿的就是你们。人还倒在那儿呢，先救人！拿水打湿布，捂住口鼻，都往后退，别再吸着烟。你还敢靠过去？这是神罚呀！看风，烟一直往他脸上吹，他是吸了烟才倒的。爹，把人拖到上风口。你还敢点火？井里都冒黑烟了，你是嫌神灵罚的不够重？都退到土坡后面，站到上风处。没我的话，
谁也别靠近井口。小南，这烟碰了火，会不会出事？爹，只是一点。火苗要是往上窜，你立刻松干，别应付。都看清楚了，火只窜了一下，人站远了就没事。这不是神法，是井里的黑烟伤人。可这口井还冒黑烟，人下不去。那我们昨天不是白挖了？不算白挖。这口井不能用，但他告诉我们水汽往南边走。下一口移到南边低洼地，离黑烟远一点。昨天挖出黑烟，今天又要换地方。秦向南，你一句移井，我们就得跟着白干。白干？还挖什么？今天午时一到，秦家该分的粮就得交出来。现在停手，等着拿粮，何苦替他白卖力？黑烟那口井先封，谁也别靠近。想骂我，留着午时以后。现在去低洼地开挖。你说的再好听，大家也没力气再白干半天了。今天去低洼地挖的，秦家贡粥，午时还没水，这袋粮照赔。真挖出水，出力的人也该先喝上第一口。粮没了还能再想办法。人心散了，就真没人跟你挖。水真出来了，也得变成脏水。快到午时了，井底还是干的。说好的午时不出水，那袋粮就拿出来给大家分。哥，桶底有灰毛，还有怪味儿。把桶挪开，先别喊。等水出来，所有盛水的东西都重新洗一遍。小南娘，不是我们不信小南，是真饿不起了。我知道，你们饿，秦家也饿，可现在停，前头吃的苦就真白费了。再往下挖半尺。小南，快到午时了。爹，刚才锄头砸下去，不是石土的闷声，是空响，下面要么有裂缝，要么有水道。现在停，前头挖出的路就断在这半尺上了。都看着，这上头有秦向南的手印儿。不到一刻就午时，井里还是干的。秦家该把粮拿出来了。可这不是还没到午时吗？差一刻钟有用？他拖一刻，你家孩子就多饿一刻。先砸了井架，看他还拿什么拖到午时。还没到午时，你们现在砸就是耍赖。还没到午时，现在砸井架，砸的不是秦家的粮，是你们最后一点出水的机会。少吓唬人！井底干得发白，哪来什么出水机会？字据上写的是午时，谁现在砸井架，谁就是亲手断全村的活路。住手！谁在砸？井架塌了，人下不去，谁也别想出来。说来说去，水呢？午时快到了，你让大家喝土吗？听见了吗？这不是石土，
下面有空层，水路就在这层土后面。那水怎么还没出来？水没出来，是因为还隔着最后一层硬土。你现在砸井架，就是不想让大家挖穿它。少拿话吓人！马上午时了，井里没水，你就跪下认输，让全村当场分粮。最后3处不出水，秦家交粮，我跪下认输。3处出水，刚才砸井架的人，跪在井口给全村赔罪。看见没有？还是没水，秦家赔粮。第2处，别砸裂缝正中，往南偏1寸，先把缝打开，别把土层砸塌。行，我按你说的来。出水了，真的出水了！刚才是谁喊砸井架？差点断了全村的活路，现在还想躲？刚才砸井架的是你，跪下，给全村赔罪！给全村赔罪！我不该砸井架，不该拦大家找水。我娘要是能等到今天这口水，就差这1天啊！先别喝，桶不干净，第1桶水来洗桶，洗完倒掉，第2桶再给人喝。别抢，老人孩子先站前面。别人家往前，其余人退半步，谁在挤井口，谁最后喝。白姐还喊他救命恩人，晚上我男人喝了水就疼成这样。秦向南，你出来给个说法！我家也喝了，没疼也没吐，真是井水有毒，咋不是全村都倒？你家没事儿就替他说话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拿了秦家的好处？这几个人都疼成这样了，水能没问题？我爹喝的也是那口井里的水，人都疼成这样了，你让我怎么信？人先抬进来，我看完之前，谁也别碰他喝过的水和桶。疑似蓖麻残渣入口，先救人。娘，烧温水，拿干净碗，别碰他们带来的桶。爹，扶住他们，让他们把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，吐出来的都留着，谁也别动。过来了，他缓过来了。都是同一口井打上来的，为什么偏偏这3家出事？把他们用过的桶和罐全摆出来。这3只桶沿不对，还真在桶沿上。看桶有什么用？水是你让大家打的，人也是喝水疼的。陶罐上没有，别的桶上也没有，只有这3只桶沿沾了粉。谁用这几只桶倒水舀水，手和碗都能带进去。桶沿残粉，蓖麻残渣。井水要真有毒，倒下的就不止这3家。毒在桶沿上，谁碰过桶，谁心里清楚。毒抹在桶沿上，这是冲我们命来的。昨晚谁碰过桶？我半夜出来解手，看见他鬼鬼祟祟蹲在桶边，手就贴着桶沿来回蹭。放屁！半夜黑成那样，你凭啥屌定是我？我也撞见你从井边出来，问你干啥？你说桶像是漏水，过来瞧一眼。2张嘴一碰就想咬死我。桶摆在井边，谁没靠近过？凭啥全赖我头上？没人赖你，你说没碰，就把手伸出来。桶沿有粉，手上干不干净，一看就知道。这包粉今晚封在我家，谁也别碰。明早请大夫验，再去药铺翻账。谁买过这东西，账上一查就有。你说翻账就翻账，要不是你家开的，我家人差点没命。明天他不去，我去。药铺敢拦，我就把门砸开。证物今晚就放这儿，院门上锁。明天天一亮，连桶带粉一起抬去验。那刘三呢？就这么放他走？哼！有本事明天验出来，再来抓我。行，今晚你走，
明早统一抬去验，你也得到场。眼睛！刘三，还真是你！我就想偷点药，家里有人病着，我拿2包药怎么了？偷药不拿药包，直奔箱底。你是来偷药，还是来毁那包粉？我听不懂你说啥。童颜上的毒是你抹的，今晚来翻药箱，是怕明早一验，手上那点账就赖不掉。3户人差点没命，你还敢说偷药？我没想害死人，他们说抹一点只让人肚子疼，村里就不敢再喝秦家的水。谁给你的粉？谁给你粮，让你往统颜上抹？我家孩子饿了3天，要是再没粮，真要活不下去了。你家孩子命是命，那3户人老小的命就不是命。你要是不敢说，就把买凶作案的人写下来。不写，我死也不写。你以为你扛着他们就会放过你？你今晚没毁掉粉，已经没用了。他们真要杀我！我李小南，开门！刘三进了你家院子，到现在没出来。差爷在这儿，你还想把人扣到什么时候？刘三来没来我家，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少装糊涂！差爷都到了，你还想把人藏到什么时候？秦小南，开门！人若在你家先交出来，不交就是私扣良民。私扣个屁！是他半夜翻墙进来，撬的是装毒粉证物的药箱。刘三儿真死在秦家院里，地上还有字，是个王。差爷，尸首就在秦家，血字做不得准，人命案子拖不得。还敢狡辩？人都死了，现在立马跟我们回衙门。差爷，刘三死在我家，可这院门是你们来了才开的。对啊，门是刚开的。王理正，你咋知道刘三在里头，还带着差爷一起来？报信的人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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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员外，王德贵自作主张，把刘三弄死在秦家了。死在秦家？祭坛那本账还在秦家？在。小的听说王德贵一直没拿回来。蠢货，账册没拿回，还敢闹出人命！事情一闹大，上了公堂，贩卖官粮的账一翻出来，断头台。他是想把赵家也拖上断头台。先去县牢找许芋头，把银子递过去，让他给你一枚腰牌做信物。先去县牢？王德贵若顺利把那刁民押入县牢，就让许芋头看住，别让人活着出来。若事情闹大，就把纸交给差役。王德贵这张嘴也该闭上了。是。那本账里不只写着王德贵藏粮，还有救灾粮流向私卖数量和赵家粮铺的案迹。赵家真是好手段，先拿王德贵堵住民怨，再借差役收走账册。我交，他们拿走；我不交，他们搜走。账册若就这么进了县衙，卖官粮一事，往后就再没有证据了。把账册拿过来。差爷要账，我给，但得当着全村贴上封贴，免得出了秦家，少爷换爷都说不清。官差拿证物，还轮得到你定规矩？不是规矩，是保障。少一夜换一夜，明天都能赖到秦家头上。当众贴封条，谁也赖不了。对，当众封。对，贴封条，当着大家贴。刚才还说官差办案，封个账怕啥？
930代，够了，帐篷封上，带走。救灾粮30袋，我们饿死的人算谁的？成王德贵贪粮害命，救村民断水之危，功德结清，剩余30点，额外奖励辟谷丸基础制作法。水是有了，可没粮，回去还是饿肚子。王德贵这狗东西，以前还不知道吞了多少救命粮。一功德3斗粮，可真拿出够全村吃的粮，我说不清来路，也守不住。所需材料：粗粮粉、豆粉、葛根粉。服用后可明显减少饥饿感。先按方子做一锅，真能顶饿，再想办法给村里用。半枚若能撑住，村里老人孩子就有救了。3个时辰了，还不饿，粮不能凭空拿出来，可这方子呢？辟谷丸1文1枚，老人小孩半枚，没钱的先薛账。1文钱买只小丸子，真能顶饿？我昨晚吃了半枚，3个时辰没感觉饿。信不过的，先看别人吃。孩子昨晚饿得直抽泣，我掰半枚给他吃。平时这会儿，他早饿得直哭了。给我1枚，我家里也断粮了。别抢，今天就这10几枚，老人孩子先，一家最多1枚，都记账。能顶饿就行，先把今天熬过去。员外，警场那边传开了，秦向南拿小丸子赊给灾民，说能顶饿。赊？他这是拿人心砸我的粮价，谁让他挣了名声？现在又想用辟谷丸留住人心。员外，要不要先查清楚那丸子到底用什么做的？不用等，明早去警场把他的摊掀了。都看清楚，秦家等破丸子骗人，还敢1文1枚卖给灾民！住手！那是孩子今天要吃的。一群穷鬼，赵家的粮买不起，就信这种破丸子？赵家粮卖的比命还贵，还来踩我们的救命丸！打他！反了！你们敢打赵家的人！别便宜了他们，采了多少丸子，1枚1文，赔清楚。赔钱！赔！我赔！别打了！赵家赔的，先抵今天赊账。谁的丸子被采了，今天不收钱。员外，摊子没砸成，村民护着秦向南，还比我们赔了钱。一群废物！只要有人吃辟谷丸死了，秦向南就是杀人凶手。到了衙门，他就由不得自己了。向南这孩子厚道，没钱也让先赊着。给我2枚吧，我和小虎1人2枚。名字？我叫阿莲，这是我儿子小虎。娘，真能顶饿，先赊着，明天我来还。我娘昨晚还说不饿，睡下就没醒。秦向南，你还我娘！阿莲、陈实2枚赊账。秦向南，这是你亲手记的吧？阿莲真买过他的丸子。他和小虎都吃了丸子，小虎没事。系统，给我查他真正死因，是否消耗功德5点？查看死因方向。死因方向：乌头毒。秦向南，毒丸害命，先押回县衙。向南，手怎么勒成这样？他们有没有打你？娘，我没事。阿莲不是被辟谷丸害死的。不是丸子，
那是什么？香乌头毒，要救我，明日公堂必须让他们验尸。娘，去找村里人，明天公堂上只有他们喊验尸，我才有活路。娘这就去，你等着，娘一定把人喊来。你爹已经在外头跑了，收过你水、吃过你丸的人，他一个个去求。行了，探监到这儿，出去。向南说，阿莲像是中毒死的，明日公堂必须让县令验尸。可小虎哭成那样，说他娘吃完丸子夜里就没醒，所以才要验尸。今天不验，向南就只能背这条人命。他给我们水，也赊过丸子。明日公堂，我去。去叫人，去叫人！各位肯为我儿子走这一趟，我秦大山给你们记一辈子。秦向南，阿莲吃的是你卖的辟谷丸，这一点你认不认？认。丸子是我卖的，但人不是我害的。你胡说！你把我娘还给我！我卖了丸子，可我没有害你娘。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还想狡辩？大人，请验尸，是不是辟谷丸害命？验过就知道。尸身已明，丸子也认，先押秦向南入牢候审。先验尸！秦向南打水救过我们的命，卖完还赊账，这案子不能不验就定。大人，我儿子若真害人，该怎么判都认。可人命案子不验尸就押人，草民不服。大人，就验一次，若真是丸子害命，秦家一定承担。验尸，验尸！大人，外头人太多，不验就押，传出去不好收场。传仵作，验尸。食物投毒，我娘是被毒死的。既是中毒，你那辟谷丸更脱不了干系。大人，若是吃完中毒，胃里该有毒残，请仵作验胃中残物。已经验出中毒，还验胃做什么？继续验！大人，已经开验了，现在停，外头更说不清。验胃中残物。请仵作验他脖颈侧。是针孔，极细的针孔，毒不在胃里，是从脖颈入的。针孔太细，不拨开头发细验，根本看不出来。凶手若夜里进去过，门窗、门槛总会留下痕迹。去阿莲家。柴枝是新折的，脚印也没干。昨夜有人翻进过这个院子。差爷，请看。这是赵家布庄的料子，普通庄户穿不起。去赵家布庄，叫掌柜认料。是。这料子和王德贵那件外袍太像了。这料子认不认得？认得，是我们赵家布庄的料子。谁买的？人命案子，你敢瞒，就是同犯。王德贵1个月前他买过这批料。是。掌柜跟上，去王德贵家认衣裳。秦向南，你先回家候传，明日上堂少不了你。员外，差役怎么查到布庄去了？你得替我压住。杀个人还能把衣角留在人家院里？我走得急，许是在哪儿刮破的。布庄掌柜已经认了，
账册也被差役拿走了。员外，你不能不管我，那些事儿我可都是听赵家的。赵家保的是能办事的人，不是把尾巴留给差夫的人。赵家要是弃了我，我就把卖官粮的账全说出来。只要秦向南死了，案子就没人往下摇。这是你自己的事。哥，差役还会不会再来抓你？别怕，差役要是来，我就跟他们上堂说清楚。秦向南，都是你逼我的！小满，跑去喊人！你死了，我才有活路！来人！王德贵拿刀杀我哥！快去叫衙役，他们就在巷口盯着秦家。放开我！我什么都没做。刀还在地上，你说你什么都没做？升堂威武！大人，阿莲毒杀案，王德贵持刀闯秦家灭口案并案审问。王德贵，白日持刀闯秦家，衙役亲眼所见，你认不认？我只是去讨个说法。讨说法需要带刀。拿刀进门。阿莲家那节布庄账上写着买主是你，你如何解释？我去过阿莲家催债，那节布许是那时候挂上的。那乌头毒呢？乌头是我拿去药老鼠的，粮仓闹鼠，村里人都知道。乌头是你买的，布条挂在阿莲家，今日你又持刀闯秦家，王德贵，你还要抵赖到几时？我没有，都是秦向南逼的，是他把我逼到这一步。王德贵毒杀阿莲，栽赃秦向南，又持刀灭口，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起来！王德贵宁愿认死，也不敢提赵家半句。梁丈，赵家。阿莲多老实的人，就这么让他害死了。王德贵毒杀阿莲，栽赃秦向南，又持刀闯秦家灭口，罪证确凿，按律行刑。我娘那么好，你为什么害她？这世道都烂透了，凭什么只看我一个？你们一个个谁有干净？我错了，我认了，别看我，求你们别看我！现在知道怕了。阿莲死的时候，你手软过吗？行刑！这个世道，好人不长命，护住家里人，我手里必须有钱，自己也必须有权。向南，今天还有丸子吗？我拿1捆干柴换，少给一点也成。今天不卖丸子。哥，不卖丸子，大家吃什么？从今天起，辟谷丸方子公开，粗粮、豆粉、葛根粉怎么配、怎么蒸、怎么料，都写在上面。向南，这可是救命方子，你真让大家抄？救命的东西，不该只攥在我手里。哥，这方子能换钱，为什么要白给大家？小满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前些日子乡亲们买的、还的、帮衬的，才让咱家攒出一口气。辟谷丸先救人，秦家的钱各从别处整，别只围着看，抄出去，传出去，
先让人活。辟谷丸方公开救助范围大幅扩大，一次性结算功德500点，后续救人功德持续结算。辟谷丸不收穷人的命钱，秦家要翻身，我得做一门能挣大钱的生意。哥，这些不能吃，真能挣钱？小满，穷人买辟谷丸是为了活命，有钱人买香脂是为了脸面。想挣大钱，就得挣他们的钱。换香脂基础套方，简易蒸馏法，香料萃取法，脂膏基底配方。兑换需功德120点，配比错误会伤皮肤。首次制作建议先试手背。兑换。哥，不都是香料吗？一起煮不行？一起煮香会浑，先出清香，再压底香，才留得住。这样就行？还不够，火不能急，手也不能停。哥，上回县城有位贵夫人从轿子里下来，我隔着老远都闻见她身上的香。可那香远远不如这个。成了。哥，这么好的东西，总得有个名字吧？换香纸。掌柜，香纸收不收？2文，卖就放下，不卖就走。哥，2文也太欺负人了。嫌少？在这条巷子，新人的货，我说几文就是几文。不卖就让开，别挡我的生意。不卖，借你摊前一块地，是个香。掌柜都不收你的货，我这小摊更不惹麻烦。走走走。这香闻着人都轻了。别乱试，黑市新货，抹坏了主子的脸，谁担得起？小姑娘说的对，脸抹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不往脸上抹，先试手背。怪了，越揉越香，皮肤也更滑了。东西是好，可我不能替小姐做主。等等，这货我收了，客人要买，到我摊上来。这一盒先拿回去试，明日再要，1两银子一盒。哥，第1盒就这么送了，那可是1两银子。今天不让他们带回去给小姐夫人使，明天谁肯花1两银子买？秦公子，刚才是我有眼无珠，这点银子给您赔个不是。明日的货能不能从我摊上走？银子收回去，明日有人来买，你只管记名，1盒1两，少1文都不卖。成，有人来买，我只记名，不少你1文。小满，别只看送出去的1盒，明日有人回来买，咱们就不亏。老爷，秦向南送出1盒香纸，明日要卖1两1盒。1两1盒，他这是盯上了城里的夫人小姐。老爷，要不要给黑市递话，别让人买秦家的香？传话出去，谁买秦家的香，就是打赵家的脸。秦公子，昨晚我把话说满了，赵家半夜找上门，这生意我不敢接了。都看清楚，买秦家的香就是不给赵家脸。秦公子，要不先躲一躲赵家的风头？我不躲，价格不变，1两1盒。1两1盒，赵家的香纸才300文，秦家这是拿各府小姐当冤大头。1两银子够买3盒赵家香纸了。买贵了是小事儿，回府被主子问起，谁替你担？怕就退了，想买就付银。昨夜那盒我家小姐用了，说好用，这1两是她让我补上的。你家小姐也要跟赵家作对。再要1盒，小姐说她买什么用什么，赵家管不着。我也要1盒，给我留1盒。我刚让全城别买秦家的香，你就让人买回赵府。爹，我用过了，秦家的这个确实比咱家的好。你姓赵，你不姓秦，滚出去！要我做什么？秦向南不死，这生意压不下去。你去秦家把人杀了，房子拿回来。明晚之前给你结果。
秦向南不死，赵家的话就成了笑话。白天集市丢了脸，晚上就派杀手。赵传位就这点本事？方子拿出来，我让你死得痛快点儿。赵员外不敢露面，就花钱让你来送死。就你一个，赵员外是真舍不得花钱，杀你，我一个人够了。能接我几招，算你有点本事。可你今晚还是得死，死不死，先看你这把刀能不能拿稳。赵员外花钱雇你，就这点本事？体力掉得太快了，再硬打下去，我撑不过下一轮。打了这么久，你连我的衣角都没留下。赵员外这钱花的真是冤啊！他在干什么？难道有诈？你真以为这点把戏能吓住我？我这一刀够快，你有什么后手都来。我这一刀够快，你有什么后手都来不及。消耗功德300点，货不宜以抵达。放肆！本将在此，你伤不了他。阁下是谁？为何拦我？藏头露尾之辈，不配知道本将之名。别打死，给他留口气。要杀就杀，少废话。消耗功德5点，苦胆丸兑换成功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7日断命丸，若是7天内没有解药，五脏六腑会逐渐糜烂，直到丧命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回去告诉赵员外，方到手了。你只要这张方子交给他，7天后我给你解药。我要是不能，那你就赌一赌，我是不是在吓你？放他走，让赵员外高兴一晚上。人死了，方子拿到了，秦向南没死，方子拿到了。我给你那么多银子，就是让你去偷这破纸。秦家突然来了高手，我杀不了他，但这张方子是我从秦向南身上抢来的。这个香味是秦家的换香纸。秦向南护得很紧，我拼了命才带回来。把管事叫来，务必今晚就做出来。员外，这方子里有几味料下得很重，香味是会更大，可上脸会不会太烈了？秦家的香卖得好，靠的就是这个味道。你怕什么？要不要先少做一批货，找人试2天？等2天，等秦向南把生意做满全城，今晚开锅，明早必须铺货。黑市香铺各府后门全都松样。那秦家的名声，从明天起，城里只会知道我们赵家的香比秦家的更浓、更亮、更便宜。味道确实重，颜色也出来得快。秦向南藏着掖着的东西也不过如此。员外，这第1盒要送哪家？挑最好的料，重新做1盒，送给郡守夫人，不要收钱。郡守夫人，女人嘛，最信的就是脸。郡守夫人只要用了赵家的香，秦向南这辈子都别想再翻身。这次我要秦家的方子变成我赵家的招牌。赵家香脂10文1盒，买1盒送1盒，今天不买就是亏。10文还送1盒，秦家的要1两银子呢。那还等什么？先买赵家的。都闻闻，香味不比秦家的差，价钱连秦家零头都不到。哥，咱们摊前没人了。让他们买，香柱是抹脸的，不是闻着香就行。秦家的我用过，是好用，可赵家这价钱差太多了。先占这个便宜，真不好用，再回头买秦家的。他们明明知道咱家的好，为什么还去买赵家的？便宜太多，很多人就会先买回去试。秦公子，
一盒卖1两，你这是卖香枝还是抢钱啊？就是啊，1两银子一盒，谁舍得买？赵家10文还能送，秦家的我连问价都不敢。别急，先看他们卖。再这么下去，咱们一盒都卖不出去了。带回去给你家小姐夫人试。赵家明天还有更好的。哥，摊子不守啦？不守了。他们今天把人都抢走了。眼看他起高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再看他楼塌了。赵家香枝10文一盒，香味够浓，价钱够低。这个味儿真香，才10文，我拿1盒。我家小姐用了2回，说香味留得久，再拿3盒。赵家还有更好的礼盒，专供各府夫人小姐。我这脸怎么越来越烫？昨天还好好的，我家小姐眼角红了，说一碰就疼。你们赵家香枝到底加了什么？不可能啊！昨天还没人说有事，昨天还没事，今天红成这样，你们赵家得给个说法。别堵摊子，我这就回去禀报员外。夫人若用着顺手，赵家以后每月都送最新的一批。我的脸怎么这么热？夫人，您脸侧红了，眼角也红了。赵德昌前2日还好好的，今日怎么红成这样？你给我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夫人息怒，这方子不是赵家胡做的，是秦家的方子，是秦向南的东西。东西是你送来的，我的脸疼成这样，你先别往别人身上推。赵员外，此事你必须给个交代。夫人，赵家也是被秦向南骗了，把秦向南带来，一问就清楚。来人，把秦向南也带来。我的脸若留了疤，你们谁都躲不掉。夫人，他就是秦向南，我就是照秦家的方子做的，真要有错，也是错在他。夫人，您脸上的香符还在发热，先卸掉，再定罪也不迟。你真能让我的脸不再疼？还好提前配了卸妆水，专卸油脂香膏。夫人，忍一下，我先把你脸上的香光卸掉，防止继续刺激皮肤，一会儿就好。夫人，真的退了，脸没那么红了，没刚才那么疼了。夫人，幻香枝往后每月盈利，我只占30%，7成归夫人，另外府中所用由我专供，若有半点差池，我担全责。夫人，他这是趁乱献力，他这是想独占香脂生意啊！我只留30%，也愿意担责。赵家献上来的东西，差点毁了夫人的脸。赵员外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你拿香脂伤了我的脸，还想把秦家拖下水？赵德昌，谁给你的胆子敢拿我做局？夫人，冤枉啊！要钱押金钱，夫人要多少我都可以赔。即刻起全城下架赵家香脂，封禁作坊，把赵德昌押下去。没有我的话，不准放人。赵家有铺子，有人手，你要赔要办事都行，铺子不能封啊！拖下去，赵家的铺子即刻封闭。夫人，冤枉啊！秦向南，你敢认出7成利，我也不是小气的人，赏白银1000两。是，再赐你城南府邸一座，旁边空地也归你，人搬过去，工坊也建过去。秦向南谢夫人赏，以后送进府里的每一盒幻香枝，我亲自验，亲自送。夫人，账上有3笔货银去了边境商队，商队用的是北狄字号。赵德昌，粮、药、马料，为什么都卖给同一家边境商队？夫人，那就是普通买卖，边境商队来修货，给银子，赵家就卖。商队挂什么字号，赵家哪能一一查清？既然签到北狄字号，这就不是香脂案了。把这几本账送去军中，让他们查这条。夫人，赵家只是卖货，绝没有通敌。边境商队收了货，卖到哪里，赵家管不着啊！粮、药、马料卖到边境，你一句管不着就想脱身，押回大牢。账册送去军中，货路查清之前，谁也不准见他。哥，这些真的都是咱家的？是咱家的，以后你想吃什么，哥都给你买。可赵家比我有钱，还是一夜倒了。钱能买东西，买不来真正的安稳，钱还不够。没有人护着，今天得来的东西，明天就会被别人抢走。公子，门口人太杂，我去守着。
北边急报，前线缺粮缺药，郡守府点名秦向南，立刻过去。秦向南，粮1000胄，商药1000盒，现银3000两。东西放下，我给你记一笔。东西不少，我问一句，这些粮药送哪一路军？进了军需册就不是你的东西了。你一个商户，捐完就走，别打听军中的事儿。我不管军务，我只想知道这些粮药能不能到前线士兵手里。到我这里就归军中调，怎么分，分给谁，不用跟你交代。粮先按800担计，商药留下300盒，剩下的等上头调令。我送来的是1000担粮，1000盒药，你少写200担，扣下300盒，前线就少一批救命的东西。秦向南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军需册怎么写，也轮得到你教？再骂我公子一句试试。照实写，1000担粮，1000盒药，你少记1担，少记1盒，我就拿着本册子去郡守府问个明白。别动手，我只是按规矩办事。那你把规矩说清楚，粮1000胄，商药1000盒，从你手里过，最后能剩多少到前线？粮要给县仓留，押运的人也要留，沿路关卡还要留，药也一样，真到前线，能剩1半就不错了。后爷又来催药，北陆营昨夜没药换，已经死了2个人。前线已经死人了，你们还敢从药箱里伸手？我送来的粮药是救命的，不是给你们一路分掉的。秦公子，东西过几到手就得留下几份，你今天看不惯也改不了。粮药到不了前线，我就自己上前线。秦向南，你不是要上前线吗？我给你这个机会。夫人，军需册不能给外人看，他一个商家进了军中，什么都能翻。他捐粮行，押粮能行吗？路上要是丢了，前线可真没饭吃了。听见没有，秦公子，你做生意丢一车货还能赔银子，军粮丢了赔的是人命。这批粮药再耗下去，前线还得死。你什么意思？药箱还在这儿，封签都没拆。北陆营昨夜死了2个伤兵，等的就是这批药。你说怕我看账，那就当着大家翻开，让我看看药为什么没送走。账册干净就不怕人看，你越捂着，我越不能让你一个人管。从现在起，你做押粮校尉，这批粮药你押到前线，路上一切由你处置。夫人给你军牌我不拦，可你身边就一个霍不疑，粮车一出城，流民一围，盗匪一抢，你拿什么手？县衙现在一个兵也扒不出来，军规写着押队少于300名甲士不准离城。秦校尉，凑不够人，这些车还是得留在这儿。霍不疑听候公子军令。敢问军需官，还差什么？没了。行行好，给孩子一口吃的吧，他2天没吃饭了。粮就在车上，他们不给，咱们就去抢。公子，带头喊的那几个不像逃荒的，要吃的到右边领粥，老人孩子先来。霍不虞，盯住那几个喊话的。别听他的，那点粥够谁喝？车一走，你们还不是抱着孩子等死？把车拦住，先把粮卸下来，老人孩子当场分。他们把老人孩子往车前推，自己躲在后头。慢一点，拖出来！谁再起号抢军粮，格杀勿论。只要排队，人人都有1碗。谁敢冲粮车，我按抢军粮处置。排什么队？车上那么多粮，谁抢到就是谁的。别怕他们，粮车这么长，他们扑不过来。持刀抢军粮者斩！我也是饿极了，才帮他们抢饭吃。你杀我，就是不让所有人活。我们排队不抢粮，求您给孩子留一口。郡守府再来的押粮校尉就是你，秦向南。我从郡城押来的粮药都在车上，你派人点数，点完在册上签收，我好交差。人还没进营，先惦记盖印。商化出身，果然离不开账本。军粮交接本来就要落册，你若嫌麻烦，可以让能做主的人出来。进了边军营就是边军的粮，怎么发给谁？由我说了算。守不住，北敌骑兵冲营，东侧缺口快守不住了。快，秦向南，看好你的粮车。东侧是战场，别把你的人填进去添乱。留50人守车，霍不疑，剩下的人去东侧。我让你守车，谁准你往前冲？缺口守不住，粮车也守不住。霍不疑，出发。如将将士，随我冲锋！压过去！这哪是押粮兵，北敌骑兵都被霍不疑打穿了。粮药的交接册该补上了吧？清点粮药，秦家送来多少就写多少。 3万人，
盾车、云梯全上来了。刚才那一队果然只是探路。关城门，攻守上墙，3万人压城，只能死守。公子，给我300铁甲，可破敌军。你疯了！300对3万，区3万蛮夷，我300铁甲军，个个以一敌千。说的轻巧，门是我开的，你回不来，主将问罪，砍的是我的头。记下军令状，若战败，我提头来见。 300铁甲已在门后，只等军令。开东门，只放霍不疑的人出去。没有主将军令，谁敢开东门？按擅开城门论斩。实习之后，副将只管关门。疯子，一群疯子！开东门，实习一到，立刻关门。开门。 300铁骑，随我破阵！杀！